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给大家选择的这个禅师原文的这个段落。这是教你炒股票第103课，学屠龙术前先学好防狼术。2008年3月19号。虽然这个课是在基本上是整个的108课的尾端了。因为一共是108课嘛，这是第103课。但是呢，因为禅师的这套理论系统，它不是按照顺序来的，它是一边写，然后跟当时这个新浪博客上的这个朋友互动，然后大家提问题，然后他回答问题，才慢慢的有了这108课。其实他刚开始，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猜呀，不一定是设计好了是108课，对吧？是好多问题就是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多。然后他又懒得一一回复，或者说他觉得某一些问题比较有代表性，所以说拿出来单独写一课。基本上这个教你炒股票第103课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防狼术，什么是炒股里的防狼术。就一个最简单的 MACD 指标，我在我的盘中解盘的时候也经常爱用 MACD， 其他的指标我也很少看，对吧？一个 MACD 对我来说就够用了。就一个最简单的 MACD 指标，零轴分为多空主导，也就是说，一旦 MACD 指标陷入零轴之下，那么就在对应的时间单位的图表下进入空头主导，而这是必须远离的，对吧？这个禅师已经上来就说很清楚了，零轴多空，零轴以上为多头，零轴以下为空头。这是在任何一张图上你都能够看到的，这是也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它就跟你的选择的周期有关系了。怎么说呢？我来往下看。各位请自己去看一看大盘60分钟图，5200点 MACD 跌破零轴，并反抽确认后，一直到现在3000多点，一直就在零轴下晃荡。期间产生了多大的杀伤力？各位自己难道没有体验吗？因为这是禅师拿的 A 股的大盘，然后从5200点，而且说的是60分钟。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看一下 A 股的这个日线就可以。这是上证指数，这是上证大盘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其实在图形上它表达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看哪段呢？就看这段，对吧？这是在这个位置开始进入零轴以下，对不对？这个位置或者说再往下一点也可以，这个位置再开始进入零轴以下。那么的话，这个所有的对应的，如果说你要是一一对应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开始，在 MACD 的话是开始进入零轴以下了，一直到这里，可能到这里才开始到零轴以上。那么这一段全都是类似一个阴跌的状态。你在这些位置如果进场的话，如果说出手比较慢的话，你根本出不来。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位置是，看一下它的空间，从这个2900，也就是3000附近吧，跌到了2600，是10%的一个空间。指数10%，那么那个股的话可能就50%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在零轴以下运动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零轴下面运动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些位置，你还发现它一直没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往里进就相对要谨慎了。任何图形都一样，我们在这里都是分析方法，分享的是方法。你学会了这个方法，它任何图形都可以，美股也可以，A 股也可以，什么股票都可以，只要是有 K 线的。所以说，其他的只要在零轴，你发现在你的周期，这个周期相对说要大一点，才容易看一点。就日线以上，然后那个小时也可以，60分钟也可以，30分钟也可以。但是太小的话，你可能要加起来，就是说可能要把这几块相加，才能得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析。但是如果说日线的话，单单就看这个零轴就已经非常的好用了，对吧？在这些位置对应的你要往里进，那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往里很进，这一直阴跌，你是出不来的。所以说，简单的一个 MACD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这是我们刚才以这个 A 股大盘的日线图做了一个例子。我们继续往下看，禅师说的，回避所有 MACD 黄白线在零轴下面的市场或股票，这就是最基本的防狼术，对吧？已经清晰的告诉你什么是最基本的防狼术，就是规避零轴下面的所有的市场或者是股票。当然，这涉及时间周期，例如如果是1分钟的，那就经常在零轴上下的。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一个最低的周期，例如60分钟、30分钟。一旦出现自己能力所决定的最低时间周期的 MACD 零轴以下情况，就彻底离开这个市场，直到重新站住零轴再说，对吧？零轴以下的30分钟、60分钟，你发现在零轴以下，你有能力做空，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往做空是相对来说比较技术上要求更高。它的技术上要求更高，对心理上的要求也更高。所以没有能力做空，你就减仓就好了，对吧？你发现它开始进入零轴以下了，你就减仓，在你的所处的时间周期上。那么，这是针对这个你有能力什么时候可以再进，那就等待它站稳零轴，或者在零轴上趴着，或者说重新站上零轴。当然，如果你技术高点，完全可以在背驰的情况下介入，这是最高的。但是这里不能给太高的要求，一切都要傻瓜化。如果你连 MACD 黄白线是否零轴以下都看不懂，那就彻底离开这个市场吧。地球很危险，回火星去吧。这个禅师也是非常幽默，在这里调侃一下。整个的103课你去看一下的话，原文的话很短。这个我基本上把原文里95%以上的内容都已经摘抄过来了。所以说，虽然是第103课，但是对我们一些初入股市的朋友，或者说对这个股市炒股的经验并不多的朋友，其实这一招非常好用的。你其他的任何指标都不用看，一个 MACD 就能告诉你多空强弱了。我们要分析的，你要介入的这个股票，或者说是期货呀，这个大宗商品呢，任何图形上都带 MACD， 对吧？你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你所看的周期上的 MACD 的零轴是在零轴以上还是在零轴以下。那么这样的话，这种简单的指标就能告诉你多空强弱。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多空强弱。你要进场做多，那肯定是多头，就是大多，就是市场合力表现的是多头强的时候，你进场，那么你赚钱的可能性就更大，对吧？如果说这个市场是空头，零轴以下，你所看的图形，那么说明这个市场合力表达是偏空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做多，你不就是逆势吗？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 MACD 零轴上下就能够让你最起码的保证你这个胜率，就是你赚钱的概率能够提高一些，比你一点点的都没有任何的技术分析就往里进。很多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操作太随意。你看看现在网上那些视频 ，A 股这个疯牛，就是最近过去的这一周。那好多股民被杀的一个个就是痛哭流涕的，他好多人交易，他没有任何的不看任何的图形，不看任何的图形，交易非常随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任意的开仓，没有任何计划，随意开仓，随意进出。所以说呀，对于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缠论的，一定要多学一点。好的，那么的话，因为这个第103课的内容并不多，那我们就分享到这么多。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们之前就是平时要做的这些复盘。首先看一下下一周要有哪些经济数据出来。周三的话有一些原油数据，然后周四的话有一些跟就业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个周五有一个就是产品的这个 order 的。不多，因为现在这个进入了财报季，对吧？现在相对的宏观面的经济数据并不多，再加上美国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1月5号的这个美国大选，基本上还有2周多的时间吧。所以说这个是全球应该说是全球瞩目的这么一个大事件。所以说其他的就看一下这个财报。那么下周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特斯拉。周三10月23号盘后要出财报了，那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会在周二的时候吧，因为我在周二、周四要做这个盘中解盘，会在周二的时候看一下特斯拉，那么可以提前分析一下，因为周三我是不做这个盘中解盘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看一下我今天准备分析的几个标的。首先来看一下美股的这个标普，看一下月线大周期。好的，这个图形的稍微有点慢。现在这个是月线，那么本月现在目前已经涨了1.77%，还是非常牛的。然后月线上顶分型也没有出现，然后实体 K 线的实体也非常的饱满，对吧？是这么一个 K 线实体，然后下面有一点点的下影线，上面应该是也带一点点的那个上影线。这种 K 线是多头非常强势的一种状态。然后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只能是在11月份了。你要出现顶分型，只能在10月份。我们立刻就知道，想要出现顶分型的条件是要跌破10月份的低点，也就是5674，对吧？就看到时候10月份收在哪个位置。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那就是5674是最低点。想要出现顶分型，你就要跌破这个位置才能够出现顶分型。你或者说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也可以。11月份如果说出现一个包含关系，就是10月份的这个 K 线跟11月份出现包含了，那么这种 K 线组合，在传统理论里面，他们叫什么呢？叫孕线，就相当于一个怀孕的一个样子似的孕线，就是也可以是，这是前包含，也可以是后包含，是这样。后面这个 K 线把前面的一个 K 线全部吞没了，这是后包含，也叫孕线。孕线一般愿意出在这个顶和底的位置，愿意出现孕线。那么出现孕线之后的话，那么它的预示性在传统理论里面来讲的话，也是预示着要选择方向了。但是呢，看一下11月份是要出现一个孕线呢，是不是要出现一个孕线，还是说要再次出现高点，还是说再次出现低点？因为11月份这个美联储这个不是美联储啊，美国这个大选肯定是要非常激烈的争夺，多空是非常激烈的争夺。至于谁当选的话啊，这没人知道。好多人愿意用这个民调，比如说一些赌博网站上的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开的这些赔率上来猜测是特朗普现在现在有点占优，但是其实这些都不能作数。我看过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专门分析国际或者说专门分析美国政治的一些人，这些都不作数。所以说你要是一心觉得这些民调能够预测的话，那么就要注意点风险。我还是要提醒，这个你要是赌的话，那么拿去闲钱投资，不要去拿命去搏去，那就不值当了，对吧？那么在月线上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继续。如果说你针对这个月线有大仓位的话，那就继续拿了。没有顶分型，没有顶分型，没有顶啊！这就是禅师告诉我们的，没有顶分型不会出现顶的。你看这里出现顶分型才有可能出现顶，出现底分型才能出现底。那没有顶分之前，那你就继续抱着就好了，抱着仓位。那么至于那我们还要分析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仓位啊，它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是在这个月线上，对吧？哎，也可以利用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MACD，你看它这个月线上从哪儿升到那个0轴以上呢？看看这里，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应该是这里，这里下到0轴了，然后从这里升回来，看到没有？结合我们刚才学习的，基本上大概其就是这么个位置，它开始跑到0轴以上了。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在1200到1600之间。你看看这个美股这个大牛市，从这个666。从这个666是数字也非常的吉利，是吧？非常的吉利的一个数字666。美股标普666以上以后就开始在1200左右开始上到0轴以上。月线呢，这可是月线，月线在0轴以上，这就一直多头占优的情况，一直这么一个大牛市，这是2011年到现在2024年。所以说呀，你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MACD 告诉你这个大周期。你也不可能去做空它呀，对吧？大周期上它一直都没有跌破0轴，你说好多人天天拿不住股，抱不住，
你说天天的那个涨也害怕，跌也害怕，对吧？那么一个简单的 MACD 多空就能告诉你，它大周期上没有任何可以让你看空的指标。你要说有的话，那你可以大家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对吧？起码在这张图上，标普一直是非常牛的。你看那个张嘴，我老说张嘴张嘴张口，就是张口啊，这个快慢线。这两个线呢是一个快线，一个慢线，就是它其实是两个周期，一个12周期，一个26。当然在月线上就是12个月和26个月，就是一个短周期的，一个长周期的这两根线。这两根线的张口的大小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张口张得越大，张口张得越大，意味着这个短期的周期它的动能越强，晓得了吧？短期动能越强，说明它的动能越强。所以说我一直要看这个快慢线的这个张口的大小，就是看它的动能。如果说动能很强的话，你就不要盲目去逆势操作。张口这么强，你去做空它，你不是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刀锋上那个舔血吗？是不是？那是高难度的活。炒股啊，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说过，不要做高难度的运动。难，其实炒股最简单的就是，叫什么？屠龙杀鸡，用那个屠龙宝刀去杀鸡，不要去那个杀龙。为什么呢？因为屠龙宝刀，你拿一把宝刀去杀鸡，这不是非常那个叫什么那个非常轻松的事儿吗？对吧？所以说是要做简单的事情，而不是要去做复杂的事情。这个一定要清楚，不要觉得你的自己技术非常好，你就要做高难度的这个挑战。哪个难搞，哪个股票难操作，那个你就去那个玩哪个，觉得自己好，其实这种思维是不对的。那么这是在我们投资上，我说的是投资上，其他事情上我们不说。那么在这个月线上，就是看一下，那么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是月线上。那么我们平时比如说你即使平时有工作的话，那么可能一周做1、2周、2、3周做一次交易的话，那你看月线也是很大的，对吧？是没有办法做交易的。那么我们现在想要做交易的话，你就必须要降低周期，这就是我们要用区间套。降低周期，看它的内部，对吧？看看内部有没有这些回撤的时候，能不能有位置做一做差价呀？或者说想进场，因为一直涨，你是没法进得去的。你只有降低周期才能够找到这个进场的机会。看一下次级别周线。那么在这里再多说一句，这个周期啊，这里已经有这个软件啊，这个 TradingView 上已经给到，这是季线图。月、周、日、4小时、1小时、30、15、5，对吧？它已经很简单的给到我们这个周期了。然后呢，你从后往前看，这个方向看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先看的是月线的话，或者说先看季线，那么季线的次级别就是月线，月线的次级别就是周线，周线次级别日线，日线次级别60分钟，60分钟次级别15分钟，15分钟次级别可以是1分钟，对吧？这就是一套你的交易系统，这就是周期。那么这个呢是用的区间套，这是用的区间套，高周期到低周期。如果说你想用递归呢，那就是5分钟上图，你可以递归到30分钟，30分钟上你可以递归到日线，日线上递归到周线，周线上递归到月线，月线上递归到季线。你可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当然了，你从低周期上递归到高周期，这个图形虽然精确，但是太费事儿了，特别麻烦。一点点递归上来的话，太麻烦，没必要。这就是一个简便方法，就是用的区间套，从高到低，先看大周期去选方向，定你要交易的段儿，看一下它现在所处的段儿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是处的什么位置，然后来慢慢的降低周期，找到你最终就是那个小周期，那个小周期才是你要关注的。但是呢，你又需要从高周期一点点的看下来，你才能找到你要交易的那个小周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用这个区间套而不是用递归。所以说，区间套是一个方便法门，它并不精确，有的时候并不能够一一对应，有的时候就不是对应不上的，有的时候你通过递归上来跟用区间套往下看，它俩对应不上，你会发现这种问题。这个时候是有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模糊的周期，这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系统，就是这个交易系统上，就交易软件上，不论你用的什么交易软件上面给你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模糊的大概齐的这么一个，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有会员朋友们在这个频道里面留言问这个问题，可能我之前是说过的，但是我们这里再强调一下，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他已经给到的这些周期来讲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好多人大家如果说能有编程的能力的话，也可以去开发这个自动划线的。你可以用这个软件，这是不是 TradingView 上它可以自己往里加那个代码的，对吧？你可以自己让它加，然后自动化，那更简单了。从低周期里一点点画上来，那比你自己去手动画的话，手动画太麻烦。所以说，这是我们再多说一句。那么在这个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有这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离开。离开的话是目测你也知道，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对吧？任何一个图形有中枢之后，你就要去比较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是不是有背驰了，是不是进入背驰段了。只有进入背驰段，你才能够开始做反向交易。什么叫进入背驰段呢？现在它只有一笔没有背驰。什么叫进入背驰段？就这样，有3笔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它的这个强弱力度了，这个时候才叫进入背驰段，对吧？这个位置就是背驰段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场说啊，我这里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去找一下。就是如果说这段结束了，我去找一下它的次级别，用屈原套看能不能够去做空，或者说开始要减仓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它连这个3折都没有呢，就3段都没有，现在只有1笔，起码要3段才有可能出现背驰。那么如果说出现一次回撤的话，回不来，还是大二买，周线大二买还可以再上去，对不对？现在连这种情况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又需要降低周期了。现在看那个周期是周线，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这段的内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了？可不可能出现这一次回撤？这就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上。那么再说一个，就是这个顶分型，周线上也是没有顶分型，前面是多次出过几次顶分型，当然都变成了中继的，对吧？这里是出现过顶分型，全都变成中继了。这里也有过。出现顶分型，不是说100%就要延续出来一笔，你要去看它的次级别的，或者说次级别，它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要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3买，或者是3卖。如果说底分型的话，就是3买；顶分型的话就是3卖。所以说你光看一个周期的话，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来的。那么这就是在周线上，我们再看4103这段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它的日线上相对就比较饱满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4103上来这段，这个4103上来这段是我在周2、周4做盘中解盘的时候经常用的这一段。4103它是一个1、2、3笔构成一个线段进入，然后开始震荡，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然后再拉上去，哎，这次不回来了，发现没有？3买，对吧？如何判断不继续围绕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就是出现3买或者是3卖。出现3买，或者说出现3卖，3买3卖是判断是不是要进入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这是缠论里面清晰的给到我们的这个标准。所以说这个3买，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当时它是一个什么回撤，应该是回撤了 0.5， 对吧？从这个高点回撤到 0.382 和 0.5 之间这么个位置，非常的精准，是机构控盘非常精准，回撤到 0.5， 然后开始往上拉。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现在是这个进入段也有了，离开段也有了。那么离开段和进入段的力度，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那么从这个4103到5264是3笔构成进入段，然后离开段呢是5119到现在的这个5878是5笔。看，我们再重复强调一下，这个知识点还是比较重要的。这是3笔构成进入段，然后这是5笔构成离开段。虽然说后面是5笔，前面是3笔，但是它们俩的级别相同，都是由笔来构成的。这个结构，笔和笔结构是相同的，你是能够比较它的这个多空强弱的。如果说前面只是1笔，后面是这个线段的话，那么明显是它俩的这个级别前面小，因为它是由5笔能够构成一个线段，
但是呢，前面只有1笔是构成不了线段的，在缠论里面最少要3笔才能构成线段。所以说前面的级别小，后面的级别大，那你就弱了呀，对不对？级别越简单，说明它的力度越强。那么你的级别越大，说明你的力度弱呀。力度弱，空间又小，那你说是强还是弱？肯定是弱呀，对不对？这就是在级别不同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比较的，这个点一定要注意。在级别不同的时候，那么现在他们俩级别相同了，都是线段，这是3笔构成一个线段，这是5笔构成一个线段。那么级别相同了，我们就可以比较了。我们通过我们的比较发现，现在所处的位置是0.618，是这5笔构成的这个线段跟前面3笔构成的这个线段是在它的0.618的位置。如果说要等比例的话，要到6280了。6280是这段离开段的上涨跟进入段上涨等比例的位置。如果说它不能够到6280，如果说这段上涨，它可以在现在是5笔嘛，也可以延伸出6和7，甚至是8和9。即使是要9段的话，都到不了6280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离开段比进入段弱，那就背驰了，那就背驰了。所以说呀，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或者叫斐波那契扩展器的这个工具来辅助帮助我们判断它到了什么位置，这段它力度弱了，可以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是我们要比较它前进入段跟离开段这个力度的意义。那么现在这个第5段，现在是我们关注重点到这个更小的周期了，更小的这个范围了。那么到了这个更小的范围之后，我们继续看，这是一个1、2、3、4、5笔，或者说5浪，用波浪的话就是5浪。你看它这个 MACD 给到我们表达，虽然说也是都在0轴以上，对吧？基本上是到了这个位置开始到0轴以上了，然后出现回撤，你看都在0轴以下啊，都在0轴以上，所以这个回撤肯定是买呀。通过我们现在复盘的话看，肯定都知道了。你现在这个位置是肯定去买的，因为0轴以上嘛，多强。那么又上去了，又下来，但是你发现它这个 MACD 每次上的力度面积弱了，面积小了。你看前面这个面积，再次上去的面积和最后现在的面积，你发现没？每一波上去的面积都越来越弱，尤其第5段、第5笔、第5浪的面积非常小。MACD 的张嘴，快慢线的张口也是越来越小了。你看前面这个快慢线张嘴，你再看最前面这个，对吧？这很清晰的比较就能知道它越来越弱了。所以说这个第5浪啊，即使说再能往上走一走的话，它这个如果说给到的这个界限信号没有改变的话，那一定不要往里追。这个是相对我们要相对谨慎的位置，就不是说你要进场大力做空了，只是不要往里追进去，在大仓位做多了，你可能只能用小仓位，底仓是肯定拿着的，这要前提的条件就是底仓。我们长期看好的票的话，底仓都是一直拿着，我只用一点小小的这个机动仓，我来做差价，对吧？它还没有结束呢，那么我可以利用去源套的方法降低周期，我可以再做差价，对不对？因为它现在还是多头强嘛。那我们再看一下第5段，5674到5878的内部。我们把这段就看一下这个第5段，因为现在在日线上还是没有顶分型，它现在就是出现了包含关系。我们看一下它的裸 K， 它现在就是出现了包含关系，最后2根 K 线出现了包含，发现没有？一个 K 线是这样，然后一个 K 线是这样，有个包含关系了。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选择方向，起码要杀回来一笔的话，那么就杀回来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这个5276，但是因为它这个空间并不大呀，我们看一下用这个测一下它这个空间有多大。如果说从周五的这个收盘价到5762，只有1.62%，对吧？一个快速回杀的话，立刻就碰到了5762。如果说碰到了5762之后，这里就会形成中枢。如果说杀的比较狠，直接杀到了5674的话，我们看一下空间。直接杀到5674的话，要3.2%，对吧？那就深了。如果说杀到这儿就很深了，那么一个反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5878的话，就是一个日线2卖，那就快速往下走，就有这种可能走了。那可能前面都可以结束，直接走反向，对吧？所以说，在它出现回撤的时候，
这个5672和5674这个空间就立刻给到我们一个多空强弱的一个来帮助我们判断现在是哪个强，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如果说只是杀到5672，然后这里还可以有一个类中枢的中轨，对吧？如果说只是在这个类中枢的中轨以上的话，那它都是算多头强的，回撤都是这个无力的，我们都可以再继续买做多。但是如果说杀的比较猛，直接杀到了这个类中枢的下沿这儿，直接杀到了5674，甚至是杀掉了5674，直接往下走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做多的话一定要谨慎，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弱的反弹之后直接快速往下走。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位置是比较惊险的，比较凶猛的，比较凶狠的，比较怎么说呢？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够大仓位的往里去做多，时刻提防着它要快速往下走。这个位置快速往下杀的话，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大多人都是赚钱的呀。这个位置如果说多空达到了一致的认可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多头也不敢往里买了，然后空头又觉得非常的那个需要做空的，那么多空就一致了。如果说多空选择一致的时候，那么往往这个走势是比较凌厉的，也就是说它下来的时候非常顺畅，你会发现它跌的时候跌得非常快，尤其小周期上跌得非常快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多空达到一致认可了，这个位置大家都开始减仓了，赚钱的人开始卖了，开始减仓了，然后做空的人开始大仓位往里干的时候，那么它下跌的时候这个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呀，如果说你在看这个视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的是指数，那么对应的你自己的个股也可以对应的分析一下，这种位置不要大仓位往里进了，可能是要维持到比如说10月5号之前，可能是这样维持到，其实有回撤的话也是比较弱的回撤，那么等待这个10月5号这个大选，但是呢，这个大选10月5号虽然说是要那个投票了，但是它可能要计算这个票数的话，它当天出不来，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我看这一些专家说的，可能要4、5天的时间，也就是10月5号那一周，可能因为投票是10月5号是周二，那么这样的话，可能那一周都出不来结果，所以说呀，可能要再来一周，10月11号，礼拜一的时候可能才知道有结果。那么这样的话，它完全可以在这里，就在这个空间之内，慢慢在这里横着，或者说跌得非常弱。也可以给你来个小的反弹，然后等待这个位置，然后出现结果，啪一个快速往下走，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就比较恶劣的。也可以是这里是有中枢了，也可以先回来，然后出来结果了，然后市场觉得对市场有利的话，也可以啪往上走，对吧？所以说，如果说真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它要选择方向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相应的做一下这个相应的那个应对。看一下最后这段，1小时上。那么它1小时上走的也是非常的，精准吧，5674，1、2、3、4、5浪，然后6、7，这其实走了一个7浪，7浪衰竭。我们在缠论里面有7浪衰竭，或者说9浪衰竭都有。在那个之前特斯拉有一段，就是1小时让它走出来一个9浪，就走的非常的，就是动能维持延续性非常好的时候，那就会以这种浪形模式往上爬升。那么现在是走了一个7浪之后，然后回来了，回撤一笔，构成中枢，然后再一次反弹。周五的话，基本上到了这个中枢上沿儿，哎，上不去了，这是不是走得非常精准？那么你要是能够做1小时这个交易的话，你就看它的中枢震荡就好了。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至于如何判断力度衰竭呢？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给会员朋友们这个周末漫谈里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吧？利用区间套降低周期，看它的小周期里面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你要去看它的小周期，才能抓到离这个拐点更近的位置。我们之所以要抓拐点，缠论是最好的抓拐点的这么一套理论，对吧？你只有能够抓住这个拐点，或者说你进出的这个位置离这个拐点非常接近，那你不是非常有利吗？你一卖它就跌，你一买就涨，那是不是你所处的位置是最有利的位置，对你的心理上压力最小？因为一买就涨了，那你肯定非常轻松啊；一卖就跌了，哎，你想我又可以买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说缠论是最好的抓拐点的这么一套理论。好的，那么的话，针对这个标普最后这1小时的话，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直到
只要不出现3买或者3卖，都要继续维持中枢震荡。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再看几个其他的，先看一个这个震荡指数 VIX， 这个的话，我们看它，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它这几次回杀呀，都没把它压到这个120天和200天之下。你看这里是踩过几次120天，然后又上去，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好的。它现在往下走，它往下走意味着指数往那个标普是涨的。那么的话，现在如果说在这个大选之前，如果说能够压到120天，或者说这个200天这个位置，甚至压到这个下面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呀。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里是有一个日线上是有个中枢的。那么有了中枢之后，如果说还跌破了这个位置，到了这个，如果说它压到零轴这里的话，甚至跌破零轴，那么就有进入段跟离开段了。那么你一比较，你看它前面这个 MACD 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对吧？如果说后面不能够有这么大的面积的话，这个离开段很容易背驰，那么一旦它出现背驰的话，那这种可能快速往上拉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会出现股市出现一个暴跌？这就是利用 MACD 辅助判断，不是 MACD 啊，利用这个 VIX 来辅助帮助我们判断市场现在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要出现继续上涨，还是说要出现一波要那个快速的下杀，对吧？是通过这个，你也可以看它这个 MACD 也可以，对吧？现在我们看的是日线上。现在日线的 MACD 它一直在这个零轴以上，就说明什么呢？一直有人在买，一直有人在建仓啊，他们一直没有杀到这个零轴以下去。你看它前面这里这一段，到了零轴以下之后，哎，一直在零轴以下面逛荡，那么指数这边就一直涨，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情况是把它打到这个零轴以下去。所以任何的图形都可以用这个 MACD 的这个零轴上下，这个任何一个周期，你只要找好周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防狼术的话，禅师教给我们的这个防狼术非常好用，非常好用，任何人都能学会。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个之前的给会员朋友们的这个漫谈里面讲过几次这个上证指数 A 股的上证指数，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其实还比较有意思，因为我发现这个上证啊，就是炒 A 股的这帮朋友啊，尤其这帮新股民，真是一个个都非常痛苦。股市这个东西啊，还非常有意思。你一旦进来之后，你一旦进入股市之后，你想离开它是非常非常难的。一旦你经过这个股市的洗礼之后，你可能今年进来了，然后亏钱了，然后不玩了，然后你出去了，哎，再过几年，然后赚钱效益又出来的时候，你又回来了，晓得了吧？所以说呀，一旦你接触了股市的人，想要逃离股市，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怎么来那个看图，怎么来操作，可能才是更根本的，而不是说被这个股市来摧残。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现在，那么从这个2600，然后这个一波疯牛上去了，然后又一波下来了。那这个回拉的话，刚好是到了0.5的位置，对吧？从这个最高点回撤到了0.5的位置。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一个什么政策方面的一个利好，又出现一个大涨。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是涨了2.91%，还是非常猛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它走了一个中枢出来，这是进入段，一次反弹，两次反弹，然后构成中枢了，然后再次下杀，意味着这里有这个可以比较进入段离开段了，进入段。离开段明显是弱嘛，对吧？离开段又打了低点，你看它这个离开段还是很牛的，打了一个小低点，把前面的几个低点都杀掉了，说明这个有背驰了。有背驰之后，然后周五的这个反弹也非常强，周五的直接就拉到了这个日1小时中枢的上面去了。如果说它在下周能够延续的话，这个力度一定要强的往上走，也就是说你想脱离这个1小时这个中枢的话，这个力度一定要非常强，这空间要打开，空间要打开之后，你的回撤的话才有可能不回来，构成一个3买，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力度不够强，然后一个回撤很容易拉回来，晓得了吧？所以说你这种看图，任何的其他图形也是一样的一个方法。你这个打开上升这段一定要够力度。如果说一个软巴巴的一个往上走的话，那你是逃不出去的。你这个中枢的吸引力也会一直把你吸回来的，
所以说下周如果说这个上证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上升的话，那有回不来，那就很容易回不来，那就是一个300，然后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这就是上证指数的话，其实在这里是做一个中枢，但是呢，这个中枢离前面这个低点还是非常远的，你发现没有？这是最低点2600这个位置，在这里做中枢，那么也可以往上继续走，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上去，然后整个结束2600上涨的这段，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呀，它也可以是回撤，就是从3600这里回撤出来一个下跌走势类型。什么叫下跌走势类型呢？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打上那个往上走不出去，然后往下来。然后给到一个小3脉，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第2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但是呢不跌破这个2600，以这种方式就是相当于构成一个趋势下，这是第1个中枢，这是第2个中枢，然后结束整个的这个下跌，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说它这个现在这个位置啊，还不能够说一定往上走，不能说它一定要往上选择，因为没有出现3买，也没有出现3脉。如果说出现3脉的话，那就有可能要出现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下了。如果说能够出现3买的话，那么就可能要出现一个向上的。就这里是2600作为 A0 起涨点，进入段一个中枢，然后往上走，构成第2个中枢，然后再结束它。以这种方式可能来出现这个只是第1段，这种可能只是第1段。如果说真是往上走的话，这只是第1段。那么后期的话，有可能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大周期给它演变一下。可能在这里上去，在这里做出一个大中枢来，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在上面再做出一个大中枢，那可能中国 A 股这个大牛市可能就出来了，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对吧？那么我们之前是看过它的大周期的，大周期在这个季线上是有这么一个季度的这个中枢的，而且我们之前也看过它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趋势线，就是前面这里从最开始有股市开始的这些回撤都踩到这个趋势线上了。所以说它这个大趋势并没有改变，其实它这个大趋势并没有改变，或者说这个趋势线可以当成一个牛熊分界线，它一直没有变化。好的，这是针对这个上证的 A 股讲了一些，然后我们今天再看，因为其他的这些英伟达呀、QQQ 啊，在我们做周5的直播中已经分析过很多，然后我们就不继续复述了。我们今天看2个下周要出财报的，一个是这个波音，还有一个 IBM。这2个在下周3都要出财报，我们先看一下时间。这个波音的话是周3盘前出财报，然后 IBM 的话是在周3盘后出财报。因为我周3是不做这个解盘的，所以说我们在周末这里，因为时间比较多，可以多说2句。再加上这2个股票的话，可能是也是比较差异性比较大，然后呢，可能是关注度不多，但是像波音这种的话，也是，怎么说一把好牌给自己被打烂了，但是它的图形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波音这个，是从446下来之后，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中枢，从446下来，但是呢，波音因为它的基本面是有很多问题，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那么这里是构成了一个大的中枢，马上要出财报了，能不能够以前面你看它这里是出现过一个趋势线的，如果说再往下沉一沉的话，会看能不能够踩到趋势线上，然后出现一个反弹。但是现在你看它这个 MACD， 现在起码 MACD 在月线上就是在0轴以下，看到没有？但是呢，它这个面积相对的比较小，如果说它选择跌破89的话，那就很容易被持了。意味着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一比较，很容易被持，因为现在你就看它这个 MACD 啊，不可能出现这个 MACD 的面积不可能出现像前面那么大，就很容易被持。如果说往下走，但是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看周5的收盘价到这个89的话，42%的一个下跌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真是这么选择的话，跌破这个89之后才结束整个这波下跌的话，那你就要继续等一等了，因为这空间还是比较大。所以现在这个月线上也没有底分型，也没有出现，对吧？月线上也没有底分型，然后现在这个 MACD 又在0轴以下，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267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周线上是什么？267下来3笔，这是周线上3笔，这第3笔明显目测也知道比前面的弱。然后这个 MACD
柱子的面积比前面这个小，然后这个快慢线的低点也比前面的高一点，说明是有背驰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是在0轴以下，对吧？是偏弱的，但是0轴以下是会出现一买的，0轴以下是会出现一买的。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周线上，现在我们看的周线上也没有底分型，对吧？周线上也没有底分型，因为它是周三盘前出财报。那么如果说在周三之前能够给到一个顶分型的话，哎，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拿小仓位搏一下，因为这个位置搏一下的话，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上面，如果说从周五的收盘价到这个120周均线23%，如果说真是出现特大利好的话，或者说其他什么事儿的话，那23的空间还是值得搏一下的，因为止损很小，只要跌破了146，你就可以把止损，止损。像这种如果说要去搏的话，就必须要带止损了。所以这个我们只是给到一个建议，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对吧？这是根据个人能力。如果说下周出现顶分型的话，但是下周也可以是先周三之前先再次下跌，再次跌破146也可以，那你就要谨慎一点了，对吧？因为它整体的话虽然说有背驰，但是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是这段没结束，就是这段下跌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下走，跌破前面那个89那个位置，跌破89的位置，如果往下走的话，所以但是整体来讲，起码这3段比较的话，这个第3段是弱的。是可以用小仓位，很小的仓位去搏一下，有大概23%、20%左右的一个空间。这是针对这个波音。我们再看一下 IBM。IBM 的话，我看很多群里面也好，很多论坛啦、美股论坛都很少提它，因为它也是一个老牌的一个科技公司。你看它是在很早就上市了，这图一直到了1968年呢。1968年，你看它这个大周期上，这个季度大周期。在这里震荡过一段时间，对吧？然后这是多少？2000年之前，这是93年、98年，然后这是2000年那个泡沫。所以说它这个整体的趋势尤其是从这个1993年开始，就是一直是趋势向上的，每次回撤都是踩到了一个均线上，然后一直往上走，大趋势是向上的。但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关注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跟 AI 啊、跟芯片相关的，但是 IBM 它具体业务现在干什么，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是它图形上表达的非常强的。我们现在关注就是看一下86上涨这段，因为86上涨这段现在在这个现在是季线上的话，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回撤呢，这里还连季度的顶分型都没有出现。你看它这个 MACD 上到0轴以上之后。这是0轴，上到0轴以上之后，张口张得非常大，说明动能很强啊。看一下月线，月线上有这个结构了，86.5构成中枢，然后离开。现在我们目测也知道，这个离开是强的，这个中枢的离开段比进入段强，说明离开段没有背驰啊。它完全可以在上面再做出第2个月线的中枢之后，然后再往上走。但现在这个第一笔回撤的影子都看不到呢，说明这个离开段内部非常强。我们看一下它的离开段，然后也是一样，结合 MACD， 对吧？跟我们刚才学到的这个防浪柱，看这个位置，这次回撤之后，刚好是回撤了一下0轴附近，看到没有？然后就开始在0轴之上，开始在这震，然后开始张口。所以说呀，只要在0轴以上的话，你就可以买回撤。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虽然说这个周期非常大，都可以用这种防狼术，你就可想而知禅师教给我们这个防狼术的实用性是多么实用啊！我们看一下最后这段120上涨的这段的这个次级别啊，之前是有过120这段，这是120，然后这个看一下现在我们看的是周线上。然后这是123，然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离开。它这里是已经有了周线的中枢了。那么周线构成中枢之后，这就跟我们刚才那个问题是，我们说比较中枢的离开段跟进入段的时候，级别要一致。现在离开段只有1笔，进入段有3笔，说明什么呢？说明离开段的级别低呀。它俩级别不一致，你就不能比较，而且它的级别还低，说明它的动能是非常强的。那么看一下从162上涨这段的日线，它的之所以这么强，就是在这里，它的这个动能
它的级别特别低，在周线上只用了1笔。那么日线上，1、2、3、4、5、6、7，用了7浪，日线上从162走了一个7浪，哎呦，太牛了这股票。虽然说大家都不关注了，但是反正是有机构应该在一直买它，而且它还有分红。它现在是分多少？每股分1.67，对吧？分红也不少。所以说这种票，你如果说能拿得住的话，那就这利润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呢，现在在日线上已经处于第7段了，1、2、3、4、5、6、7，第7笔或第7段，那么这个空间并不大。所以说这个第7段如果说结束的话，看它回撤了，那是不是要在这个财报之前看能够回撤碰一下前面这个小高点，构成一个中枢之后，再给你打一个离开，因为它是一直以浪形模式往上走的，一直都没有中枢啊。它回来之后构成中枢之后，可以再往上走，但是它也可以杀的比较狠，然后杀掉这个前面这个小低点，然后再给你反弹，可以在这里再做中枢，直接往上走也可以，相对来说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回撤的话，那就是买入的机会啊。针对这个 IBM 的话，我首先是不建议赌它做多的，做多虽然说它在大周期上，在什么周线了、月线上、图形上都非常好，但是也不建议赌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小周期上它已经是一个7段了，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回来一次大幅跳空低开，然后再往上走，所以说是买回撤，这种是买回撤，而不是说去要博它的这个反弹。你像波音的话是可以去博反弹，因为它是在相对底部嘛，对吧？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你要看一下它的位置，相对的是在相对低位还是在相对高位。如果说大周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短周期又是在相对高位的话，那你就是说要做多的话，就相对谨慎一点。但是有回撤的话，是敢买它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